陆东明是不喜欢母亲乱撮合，却又不得不承认于茵茵的话是有道理的。谈过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和陆四哥的三观还是差不多的吧。陆四哥也觉得我优秀，咱们能处一处吗？陆四哥跟我相处过后，发觉还是无法爱上我的话，我不会对陆四哥纠缠不休的。那他于茵茵又不是没有追求者，陆四哥有喜欢的人啊？没有。陆东明否认自己有喜欢的人，脑海里却不自然地飘过了那道最初是胖胖的，就慢慢的就瘦下来的身影。他都在战印他们面前极力否认了自己对海玲有意思的，他怎么会想到海玲？他喜欢的是洋洋这个孩子，可不是洋洋的妈。陆东明回过神来，赶紧把海玲的身影自脑海里赶走，不敢再去想他。于茵茵笑了笑，既然没有，那咱们就试一试吧。要是陆四哥有喜欢的人，跟我说说他是谁，我去看看我是哪一点不如他的，争取一下。若是争取不过来，我也认了。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去努力一番，努力再努力都是输的话，他就认输了。认输并不丢脸，那是放过自己，不想认输。固执的纠缠，受到伤害的反而是自己，那样就是害了自己啊。陆东明，我很忙啊，没空是恋爱，也不用多少时间，就是咱们一起吃吃饭，逛逛街，周末一起自驾游，有空也能看2场电影哈。陆东明语塞，看陆四哥的意思是不愿意双向奔赴，那我先奔向你吧。于茵茵这是正式的对陆东明说了要追求他。那陆东明看着这个勇敢的女孩子啊，她爽利的性格倒是很符合他的喜好，偏偏他又无法答应他的处一处啊，就总觉得他不是自己要的那个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欢一个人的自由，于小姐想怎么奔就怎么奔吧，但受到伤害可别回家哭鼻子，让长辈出面教训我哈。陆东明认为自己是不会接受于茵茵的感情的，便把丑话说在前，让于茵茵做好输得很惨的心理准备，也不要想着利用长辈给他施压就能压住他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于茵茵笑道：放心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陆东明起身问他：还要散步吗？走吧，转一圈，回屋里休息去，晚上得去参加宴会。陆东明本来不打算陪着母亲一起出席宴会的，现在被催回家了，只能陪着母亲和于茵茵一起露面了。不过呢，他不会承认于茵茵是他女友的。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不知道海玲，不是，他是洋洋，会不会跟着大人们在宴会上露脸？时间流逝得很快，中午过后，很快便到了傍晚。海童再一次问过姐姐的意思，海玲都拒绝了。海童死了心，彻底放弃了哄着姐姐露脸之心。站印的山顶别墅里，他从大衣帽间里挑选了一套漂亮却有点保守的晚礼服给海童。姐是不会去的，早就跟你说过了呀。站印把晚礼服递给他后，温和地道：你也不用太着急的把姐拉入那个圈子，就顺其自然吧。那大姨姐说了，她还融不进去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勉强她自己，能融进去的时候，不需要她刻意，很自然的就能踏进那个圈子。站印挺欣赏大姨姐这一点的，有自知之明又不会自卑。穿这套礼服吗？我觉得不太好看。海童接过他帮他挑选的晚礼服后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总觉得有点问题，但他又没想到是什么问题。好看，很好看，你的身材好，颜值高，气质也佳，穿什么样的礼服都很好看。海童抱着那套晚礼服，我自己去挑挑。大衣帽间里的衣服都是站印为他准备的，各种晚礼服呢，多到都可以开一家礼服店了。海童自己挑的时候只看好不好看，并不会选太保守的那种，结果就是他挑选的每一套晚礼服都被站印否定了。老婆，你就穿我给你挑的这一套，绝对高贵大方，又不露肩不露背的。后面那句话站印没敢说出来。海童看他，他冲着他笑，老婆。
相信我的眼光，你换上这套晚礼服，绝对能成为全场的焦点。只要他在他身边，他就算衣着朴素，就也能成为全场焦点的。海童一手抱着衣服，一手伸出，用力地点一下他的额，霸道鬼。他给他选的晚礼服，他不穿的话，他就对他选的衣服各种挑剔。这种霸道的心思，海童岂有不知道的？就他边去换衣服边说道：“满室的衣服都是你送给我的，好与不好还不都是你送的？穿哪一套有什么区别？他自己买的以及大姨送给他的，都在明苑花园那个家里。”战一笑，所以说你穿哪一套都是一个样，都很漂亮。海童嘀嘀咕咕的，顺了他的意。那等他换好晚礼服出来后，站在大镜子前照着镜，海童总算发现了问题，是这套晚礼服在所有礼服当中最保守的，不露肩不露背，更不会露春光。裙摆又很长，那他要是不穿高跟鞋，裙摆还会拖地。漂亮，我老婆就是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哎，我这样的颜值都快配不上我老婆了，心里打着小九的某少，现在就像喝了一缸的蜂蜜似的。夸赞的话不要钱似的，说个不停，又不会换说法，翻来覆去就是漂亮，嘴笨得很。海童好笑的转身，伸手就在他的手臂上拧了一下，说他少在这里拍马屁了，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不就是嫌那些礼服有点露肩露背的吗？再怎么露也不露春光，你怕啥？露春光的礼服我也不会穿呀。战印笑，我老婆真的好聪明呀，越来越聪明了，怎么办？我越来越爱我老婆，离不开我老婆了。海童换句说法都不会，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，最想说的真心话。某少也承认，自己是不会像别人那样把夸赞的话说得优美动听，他就只会说几句俗话，却是他的掏心窝的话，绝对不掺杂谎言。老婆，我帮你化妆吧。海童顺了他的意，换上了最保守的那套晚礼服。那战印又自告奋勇的要帮老婆化妆，海童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。我还想见人啊。他一句话让战印张嘴数次都说不出话来。那他的反应又逗乐了海童，他笑问他：你会化妆吗？别藏着你的小心思，把我画成个鬼母的样子，那样就不会有人盯着我看了。战印，我是没有帮女人化过妆，但也不能把你画成个鬼母的样子去吓人吧。算了，我信不过你，我自己来。你去做好你的准备，等会儿就要出门了。战印不肯走，他说道：我没什么好准备的，家常便服换上西装，居家拖鞋换成皮鞋，你帮我打领带吧，就 OK 了。他又不用化妆，那他天生俊美，化妆反而会把他的俊美化丑了。那战大爷是从来不化妆的，咱们不用着急，慢慢去也无所谓，只要露面就行了。往年孔老办的宴会，战印都是很晚才去的，去了也不会待太久就离开。那战大爷是习惯了迟到早退。海童回到房间的梳妆台前坐下，边对镜梳妆边说他：你这是习惯了迟到早退，我不喜欢被他们围着，谁叫你是战大少爷呢？战印说了句：我不是战大少爷也娶不到你。他不是老大的话，奶奶就不会让他娶海童了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去开门。海童赶着他走，免得在他耳边叨叨个没完。他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，成熟沉稳又冷冽的战大少爷会成为唐僧，念经念得他头都痛。战印飞快地凑过来，在他的腮边吧唧一下。在海童想拍打他的时候，他飞快地跑开去开门了。大少爷，一名佣人站在房门口，在战印开门时，佣人恭敬地道：先生和太太来了。战印嗯了一声，便关上了房门。谁来了？海童边化妆边问着。哇，我爸妈来了。爸妈来了，你还不下楼去？这是他们儿子的家，
来自己儿子家里做客。自由，不用我陪着。战印回到海童的身后，看着他化妆，说道：老婆，你不用画得太漂亮的，其实我觉得你素颜就很好。你天生丽质，不化妆也是人间绝色。可别说我是人间绝色，让人笑掉大牙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人间绝色啊！你化个淡淡的妆就好了。那要他说，他老婆最好就是素颜出镜。今晚人多，他是真的不喜欢其他男人盯着他看，那哪怕是偷偷的，他也不爽。你下楼去。海童受不了，他老是在身边唠唠叨叨的。战印薄唇一抿，控诉着：老婆，你凶我，你不耐烦我了。海童都想一脚踹他出去，再不下楼去。今晚我睡客房。战印转身就走，边走边委委屈屈的。我老婆嫌弃我了，我老婆嫌弃我了。海童真被这个男人整得哭笑不得，那身心都是他的了，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2分钟后，战印在父母的对面坐下，他看着一身白色西装的父亲，就说道：爸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穿白色西装，咋的？想把你儿子比下去？战丽蓉说他这火药味这么重，爸很老了吗？我保养得非常好的，你妈说我和你站在一起，就是兄弟，不像父子。你妈说我穿着白色的西装，帅呆了，像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。唐君叶附和着丈夫的话，对啊，我觉得你爸穿白色西装很帅。你爸一直都是妈心里的白马王子，那他也是一身保守却又不失高雅的晚礼服。唐君叶的高雅是浑然天成的，他穿什么样的衣服都遮掩不住他的贵气。阿印，你和彤彤闹矛盾了，咋这么大的火药味？我和你爸一来，你就针对你爸了，还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断了你们夫妻俩？唐君叶自从丈夫退下来后，就不需要陪着丈夫参加各种宴会、慈善活动了，故而夫妻俩是很久没有在宴会上露脸。今晚夫妻俩重出江湖，唐君叶是想让所有人知道，她和海童的婆媳关系极好，也是替海童开路，要介绍与战家关系密切的太太们与海童熟识。以后海童就要承担起当家太太的职责了，就陪着战印参加各种宴会、慈善活动等，再与那些太太千金们打好关系。要知道枕边风是很能吹的，是一股不能忽略的力量。没有的事啊，战印不会承认是父母来了，他才被爱妻赶下楼的。那就好。彤彤还在换礼服吗？我上楼去看看。唐君叶起身便走。等他上楼后，战丽蓉轻声问着儿子阿印：你和彤彤真的没有闹矛盾？爸是男人，还和你一样都喜欢宠妻，从你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你老大不爽。战印看着父亲不语。战丽蓉明白过来，她坐直了身子，说道：你妈说要和儿媳妇一起露面，我才会陪着你妈过来的，否则你爸抬大轿去抬你爸呀，你爸也不来这里。今晚的宴会盛大，会有很多媒体记者拍照的。唐君叶选择在今晚和儿媳妇一起进场，娱记们必定会冲着婆媳俩猛拍。这婆媳关系好不好，一看便知。她没有经常带着儿媳妇在公共场合露面，那是她这个当婆婆的开明，不会老是占用儿媳妇陪儿子的时间。当妈的呢，是盼着儿女幸福的。战印的幸福是海童给的，他和海童在一起才变成一个正常的男人，有七情六欲，有喜怒哀乐，自然要让战印多陪着海童。他当婆婆的老是霸占着儿媳妇，那是什么事儿？爸想多了，我的八抬大轿只会抬着彤彤回来。你个臭小子，我臭爸也香不到哪里。我是爸的亲生儿子，一直都以爸为榜样。战丽蓉，这有了老婆滋润的男人就是不一样呀。以前你是一棍打下去都没有个屁响的，现在变得牙尖嘴利了。海童真是我和你妈的好儿媳妇呀。改变儿子的人是儿媳妇。
那是我老婆调教的好。战丽蓉张张嘴，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好。这个妻奴儿子跟他比，那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呀。在父子俩大眼瞪小眼的时候，管城最尊贵的那对婆媳俩下楼了。海童带着的珠宝，战印一眼就认出来，不是他送的，不用问也知道是他母亲特意送给海童的。的确如此。唐君夜上楼去看儿媳妇化妆，就是想把她塞在包里的那套珠宝送给儿媳妇佩戴。用他的话说，那套珠宝过于明艳了，现在不适合他这个年纪，给海童戴是最适合的。唐君夜生于豪门，长于豪门，打小就收到了很多珠宝。嫁入战家后，深得丈夫的宠爱，丈夫也送了很多珠宝给她。在她刚生了战印后，那婆婆呢，更是赠送了几套价值不菲的珠宝。唐君夜一生没有女儿，她珍藏的珠宝自然是给儿媳妇们的。目前她只有海童一个儿媳妇，又是长媳。她送给海童的珠宝，是当年她生战印后老太太送给她的其中一套。由商太太带着出席了数次宴会，经商太太一手调教过的海童换上了华服，化着淡妆，带着婆婆送给她的珠宝，既高贵又大方，美得让战印看得眼都直了。战丽蓉在心里吐槽儿子就那么点出息，这辈子注定了要被海童吃得死死的。海童，我总觉得是我被他吃得死死的。老公，妈送我的珠宝好看吗？战印点头，好看。不过要是带着我送给你的珠宝，我觉得更好看啊。唐君夜笑骂他，妈的飞醋你都要吃，天天泡醋缸里了。彤彤，也就是你才能容忍他的小心眼。海童冲着丈夫眨眼，可不是他说他小心眼的，他亲妈说的。知子莫如母嘛，她婆婆说的是大实话。时间不早了，出发。那战丽蓉起身招呼着妻子，准备出发前往管城大酒店。爸，战印还没有换衣服呢。战丽蓉扭头说，儿子还坐在这里当木头，说你是木头，还真是木头了，推一推就动一动，不推就坐着不动，也就是海童才能忍受你的木。夫妻俩都是捧着儿媳妇，踩着儿子。战印嘴上嘀咕着也不知道谁才是你们亲生的话，就边起身上楼去换衣服。海童觉得他的公婆真的是天底下最好的公婆了。战印换衣服很快的，他的西装外套都没有穿上，也没有打领带，拿着手上就这样下楼了。那战丽蓉拉着妻子就出去，就没眼看那个傲娇又喜欢乱吃飞醋的大儿子。海童就很自然地走过去，从丈夫的手里拿过了西装外套，帮丈夫穿上，又拿过领带帮他系上。那再整理了一下他的衣衫，后退2步审视了一番后，就夸赞着衣架子就是衣架子，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。然后他挽上了战印的手臂，笑道，走吧，别让爸妈久等了，今晚谁都不准睡客房。不睡。海童失笑地道，那是我的口头弹了，没办法的是，对付这个男人只能那样。那孔老在管城的地位，让战印都给足他的面子，他办的商业酒会向来隆重而盛大，管城的人都是以能参加孔老办的宴会为荣。管城大酒店在下午便不再对外开放营业，场地早就布置好的了。天刚晨，有些小老总们就到了管城大酒店。他们觉得他们人微言轻，早一点来，还能跟孔家的人聊上几句。若是能与孔老见见面，那是他们的好运气。要是来得晚了，人太多，现场皆是大佬，他们那些小老总就会被边缘化。以往战印是很晚才会到场，就他露面，商无痕就不会露面。今晚很多人都在猜测，管城最优秀的2大总裁能不能同框？战大少奶奶会陪着战少出席宴会吗？虽说近来战大少奶奶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很活跃，但带着她的人是她的大姨商太太，因此还惹来不少谣言，
认为这占大少奶奶和婆婆不和，从不与婆婆一起参加宴会，婆婆也不愿意调教她，她不得已才找的商太太。虽说唐君业听到这些谣言后，曾经带着海童一起逛街购物，婆媳相处得很好，依旧有很多小声音在背后唧唧歪歪的。那客人们陆陆续续的到来，占家除了老三和老太太在江城，还有几个小的未被外界知道的，以及占印一家4口未到，其他人已是陆陆续续到场。占一晨是跟着父母一起来的，与孔家人打过招呼，跟熟识的人闲聊几句后，占一晨就有意无意的在酒店门口晃着，等着宁云初的到来呢。宁云初不想出席宴会的，但他的母亲还是在中午过后就带着一班保镖到了他的花店，那不由分说就把他带回了宁家大宅。母亲扔给他一套晚礼服让他换上，就还威胁他，要是他不自己换礼服，就让保镖们帮他换。她可是个冰清玉洁连男友都没有的大姑娘，保镖们都是男人，她亲妈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。宁云初被亲妈伤得千疮百孔的心，还是被扎痛了一下。无奈的宁云初是换上了亲妈扔给她的那套晚礼服，不太合身，不用问也知道是宁思琪的礼服。这换上礼服的她浑身不自在，那是抹胸式的礼服，露肩露背，她肤色雪白，曲线玲珑，穿着这样的晚礼服，秀出了她身材的曼妙。本来就生得精致的宁云初又被母亲抓去化了个淡妆，让她更加美得出尘脱俗。宁太太看着盛装打扮过的大女儿，比她宝贝小女儿漂亮多了，那个急恨那个气啊，忍不住在宁云初的身间狠狠地拧了一把。宁云初痛得一脚就踹过去，被踹个正着的宁太太就更加生气啊，扬手就要一巴掌，把我的脸打肿了，你好意思带着我出席宴会吗？宁云初凉凉的一句话，让宁太太高举起的巴掌最终没有落下，但她还是再次在宁云初的腰上拧了一把，骂道：小贱人，我是你生的，我是小贱人，你就是老贱人。宁太太被气得半死啊，却也不再骂宁云初小贱人。哎，谁叫她真的是宁初的亲妈呢？敲门声响起，宁总在门外问着：老婆，你们好了吗？动作快点嘛，我们快要迟到了。宁太太放弃了再整治宁云初，毕竟今晚的计划是要把宁云初卖了的，把她整治得太惨，别人嫌弃了就卖不到好价钱。好了，宁太太边应着边对宁云初说道：赶紧的出去。宁云初摸到了自己的盲人拐杖就要走，手上忽然一空，那根盲人拐杖被宁太太抢走了。宁太太把拐杖扔到一边去，对她说道：参加宴会的时候啊，拿着那棍子干嘛呀？跟着我来。宁太太知道大女儿只要听到说话和脚步声就能跟着走的。宁云初静默了一下后，默默地跟着宁太太走出了房间。宁总在房门口等得颇为不耐烦，看到母女俩出来，他都觉得眼前一亮，盯着妓女看了良久，对宁太太说道：云初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像你也像他爸，每次看到宁云初，他都像看到弟弟一样。那好在宁云初不完全像他弟弟，否则他都不想看到他。宁太太扭头瞪着宁云初半晌，嫌弃地道：不及我思琪。然后上前2步挽上了丈夫的手臂，对丈夫说道：走吧，现在宴会都快要开始了吧？这个时间宴会是快要开始了，不过不用太着急，占少来的时候才是宴会的高潮。我们现在过去吧，占少都还没来呢。提到占印，宁太太就会想到海童，想到海童，她就一肚子火气，然后扭头骂着慢慢下楼梯的宁云初：瞎子，你不会走快点吗？做什么都是磨磨蹭蹭的，像你这种人，能挣到钱，问到实，狗都抢啊。宁云初不理他，抓着楼梯的扶手慢慢的走着。宁太太看得冒火，主要是不管他怎么骂宁云初，宁云初都不怎么搭理他。
就好像他重重的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让本来就不对云初不满的心更加的不满。今晚要不是要带着这个瞎子出门参加宴会，宁太太都想走到大女儿的身后一脚踹去。老婆，云初看不见，下楼梯是要慢慢走，要是一脚踩空，摔着破相了怎么办？好了，别气了。宁总说了老婆2句，然后温和地对云初说道：“云初，你妈就是急脾气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慢慢走，我和你妈在外面等你。”宁云初依旧不说话，就宁总也习惯了侄女儿的沉默寡言。在家里，云初是不喜欢开口说话，能说什么？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人来看的，而他只跟人说话，这些不是人的东西，他懒得理。那宁总拉着太太下了楼，穿过了华丽的大厅，走出了主屋。夫妻俩要坐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一辆保镖车。老婆战少若是带着他太太出席宴会，你先放下过节，跟战大少奶奶打好关系，先低头看看能不能求得战大少奶奶高抬贵手，实在不行的话再用云初。咱们还不够低头啊，从第一次结梁子的时候我们就先低头了，各种赔礼道歉，结果怎么样？战少冷硬心狠，那是天生的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那个海童最可恨了，动不动就报警，动不动就起诉，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。思琪还是个孩子，他也跟个孩子计较，难道他一辈子都不跟我们这些太太们打交道？不给我面子就把我女儿送进去，这种不讲情面的人在咱们这个圈子里肯定混不好的，等着看吧。战少以后会被他连累的，战少能一直都替他收拾残局吗？都不知道战少什么眼光，娶了个乡巴佬。他娶谁不比娶个乡巴佬好？咱们圈子里的太太们，哪一个不是豪门出身，却要和一个乡巴佬相处，没得拉低我们的档次呀。宁太太对海童那是相当的不满，可以说是恨意满腔的了，恨不得将海童碎尸万段。要不是海童，他的宝贝女儿也不用进去，他不过是仗着战少现在对他还有着新鲜感，才敢那样对我的思琪。要不是看战少的颜面，谁知道他海童是谁？宁太太倒是不敢记恨着战印，只觉得海童是狐假虎威。海童就是借着战印的身份地位来欺压他宁家。宁总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人家娶老婆又不用征求我们的意见，只能说那个姓海的命好啊。”在战印和海童的夫妻关系公布于众后，那大家都知道了，像中海童的人是老太太，是老太太要求战印娶海童替她报恩的，只不过在相处过后，战印沦落了而已。是海童命好吧，能让战印爱上他。要是战印没有爱上他，有名无实的婚姻也无法长久。战印不可能一直让自己不爱的女人占着他妻子之位，战家人也不会允许战印一辈子都过着和尚生活。说到底还是海童运气太好，走了狗屎运一样，被战印爱上，还被战印宠在心尖上。也是她命太好了，是我见过最好命的女孩子了。老公，等把思琪捞出来后，咱们想办法也把思琪嫁入战家去。我带着女儿时常参加宴会，觉得能配得上咱们思琪的青年才俊，只有战家的儿子或者是商家的二少爷。商无痕啊，已婚多年，不过商家还有一位二少爷未婚的。宁太太想让宝贝女儿嫁入最顶尖级的豪门，那就只有战家的商家了。她更倾向于战家，战家儿子多，机会大。姓海的那个已经是大少奶奶，再让思琪嫁入战家。哎，你是想让姓海的那个永远压咱们家女儿一头？宁太太张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。好一会儿，她才说到战少底下那些弟弟又不全是亲的，是堂弟。他们家虽说同住在悠悠山庄，却是一房一栋别墅分开着住的。姓海的那个还能压咱们女儿一头？战印现在是当家人，他的老婆就是当家太太。战家人心齐，以战印为首，你说咱们女儿嫁进去是不是要被压一头？
再说了，咱们的女儿能不能嫁进去还是个未知数呢。宁总不是不想和战家结亲，而是有没有那个福气的问题。对于海童来说，他糊里糊涂，不知不觉就登顶了，但对于别人来说，挤破脑袋拼尽全力都踏不进油油山庄半步。这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呀。那选上家二少呀。宁总看了自家太太一眼，说道：你对思琪是关心则乱，一心想着让咱们女儿嫁入数一数二的豪门，却忽略了个中关系，姓海的是商太太的外甥女。你让咱们女儿给商太太当儿媳妇，女儿能好过吗？对哦，她都忘记了这一点。思琪还小，不着急，可以慢慢挑，慢慢选哈。我们当务之急是把她捞出来，找个让战家都会给几分面子的人出面调解，让姓海的放弃起诉思琪。宁总是觉得，只要海童还稳坐在战家大少奶奶的这个位置上，那他的宝贝女儿就不能嫁入管城的豪门。他开始把目光瞄准其他城市的青年才俊。就在夫妻俩说着话时，宁云初总算出来了。宁太太不想让大女儿和他们坐同一辆车。宁总说他记住我们今晚的计划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坏了计划。云初是第一次出席宴会，又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让她坐保镖车，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你？不过是把她打扮得好看点，卖个好价钱而已。你以为在管城别人不知道她宁大小姐的地位啊？宁太太嘀咕还嘀咕，还是下车去把宁云初扯上了车。这样一家三口才前往管城大酒店。到了管城大酒店，发现门前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车。后来的人都是把车驶入酒店的地下停车场。那宁总一家三口是在酒店门前下车，然后让司机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场停放。此刻管城大酒店老总云集，这宁家资产是过了10亿。不过宁总并没有高调炫富，别人只知道宁家的生意在外面做得不错。到底有多不错？除了几大豪门心里有数之外，其他人都不知情。故而宁家在别人的眼里属于入门级别的有钱人，没多少人奉承巴结。宁总、宁太太、宁大小姐有意无意的在酒店门口晃着的战一晨，总算等到了他未婚妻出现。他装着是刚好出来遇到一家三口似的，走过来礼貌的打招呼问好，战二少爷。宁太太看到战一晨，脸上有了笑意。门口那么多人，战一晨跟他们打招呼问好，宁太太觉得倍有面子儿，那连宁总都觉得脸上有光。虽说战一晨不是当家人，但他在战氏集团也担任副总裁，深得战印信任及倚重，又是战家二房的长子，这身份这地位仅次于战印了。是那太太圈子里最热门的女婿人选。战印未婚时都不及他人气高，因为战印过于冷冽啊。战一晨却风度翩翩，脾性温和，看上去平易近人，比战印容易相处。战一晨看了一眼自家未婚妻，眼里闪烁着惊艳。他知道这丫头很美，没想到盛装打扮的她，比起平时的素颜朝天，更美上几分，就是穿的有点露。要是让她给她选完礼服，就她是不会选抹胸式的礼服，露肩露背了。不得不说，战家出来的男儿都是这德行，见不得自己的女人露肩露背的，就哪怕很多礼服都这样，但他们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女人，他们恨不得捂得紧紧的，恨不得连手臂都不露出来让人看。此刻的宁云初让人很想一口吃了。宁大小姐今晚很漂亮，战一晨夸赞了一句后，便收回了看宁云初的视线，对宁总夫妻俩说道：宁总、宁太太，我看到熟人了，先过去打招呼，你们进去吧，很多老总都来了，二少请自便啊。宁总客气地道。就刚刚战一晨看宁云初的时候，宁总是捕捉到战一晨眼里的惊艳，可惜的是战一晨也就是看了2眼，夸了一句就不看了，这明显是没有被宁云初迷住。
他还在想着，要是宁云初能勾住战逸晨的魂，把宁云初送给战逸晨，战逸晨出面替思琪说话。海童看在小叔子的份上，肯定会饶了思琪的。可惜了，今晚堪称绝色的宁云初也不能让战逸晨动心，只能按照他们的计划，把宁云初卖给筹办这场宴会的孔家某个男人。反正要在孔家说得上话的，就孔家与战家是世交。孔老的宴会，战家的少爷们都来了，可见两家关系比别人想象中还要亲厚。这宁总夫妻俩就是想请孔家人出面调解的。战逸晨走开后呢，宁家一家三口在这酒店的侍者带领下走进了酒店。战逸晨本来是找个借口的，没想到还真看到了熟的不能再熟的人来了。苏南啊，带着他的准未婚妻沈小军来了。苏南的车也是在酒店门口停下，他和沈小军先下车，再让司机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场停放。以往都是自己开车的苏南，今晚呀也让司机开车，免得自己酒驾啊。苏南一如以往般的帅气，沈小军也是盛装打扮，他去年都带着海童来这里参加过宴会，今晚呀那是轻车熟路。下车后，沈小军呢略提一下裙摆就要进酒店。不知道海童和小飞来了没有？小军，苏南刚下车就看到自己的未婚妻撇下他，打算自己进酒店，他赶紧开口叫住了沈小军。晚一点开口，他就成了被未婚妻抛下的可怜虫了。沈小军扭头看他，问他怎么了？苏南，你不用等着我的，你认得路呀，你来这里就像回到你自己的家一样熟悉。苏南快步过来，一手揽上了沈小军的腰肢，在他耳边低低地提醒着，沈大小姐，你要记住今晚是我的女伴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你是我的女伴，我的女伴，不等我一起进去啊，你自己进去算什么呀？挽着我的手臂，你没看别人出场都是这样的吗？沈小军拿开了他揽着自己腰肢的手，然后拉着他的手与他十指紧扣，说道，走吧，我带着你一起进去，免得他像个怨男似的